第二轮，请中国时报政治组主任王美玉小姐提问。三位先生都是各政党的精英，因为你们从政经历不一样啊，也使民众对你们的观感不同。譬如黄大洲先生，你形容自己是一头水牛，相当的感性，但是民意调查的支持度你一直是低迷，所以有人形容你这次的参选是西贝斗瓦贝来伊了哈。尤其在社会一片求新求变的声浪中，支持你有人认为是一成不变，没有耐心在等待你4年。那陈水扁先生，你是民意代表起家，没有一天的行政工作经验，所以有人批评你一康注意投机啊，会被人看用你哈。你当选以后会不会是一个光说不练的市长？赵少康先生，你最近不断有人批评你是这个造一半，因为你从台北市议员、立法委员，乃至于到环保署长，再回头当立委，没有一个职务是做完。有人担心你当选台北市长以后，会不会明年又去选总统？所以面对这些批评，请问3位先生，你们要如何来说服选民支持你，而且投你一票？谢谢。请黄大洲先生先发言。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是最符合资格的，因为我懂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用事半功倍的方式，把台北市政建设以最快速度推上一个新的境界。台北市长没有经验的话，没有办法当。有些人当几个月就头就昏了，就下来了。老实讲，他们2个的话，至少要搞2年，所以我觉得台北市长你要有耐心、包容心，不老是咄咄逼人。一个要很宽容、爱心、宽恕、忍耐、耐棒、耐悔、耐劳，才可以当有坚定毅力，才能够把基隆河冲出来，才能够把这个大安公园、中华商场做出来。没有这种耐力，骑马找马的人做不了台北市长。没有老是要逼人家咄咄逼的人，没有这种心怀的人，也当不了台北市长。还有你面对面谈到台北市长要有国际观，要有语言能力，不一定说很好，至少英文可以通，日文可以通，否则的话，句句要翻译的话，当不了台北市长。我讲这很重要的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是开玩笑的。我简单这样答你就懂了，是不是？谢谢。陈水扁先生2分钟。如果按照黄先生这样一讲的话，我们台北市市长不要改选了，干脆给他继续做好了。但是为什么布希会输给克林顿呢？挺清楚的嘛。所以你说要有经验，那如果说这种跳票的经验不要也罢，火烧车的经验、爆胎的经验有什么好？这一个在这边闲聊的呢？挺清楚的。我相信我没有那么笨。你说一定要这个学2年才能够进入这个状况，我相信啊，我进到国会啊，我第1年，我马上呢就没有输给我们赵先生了，他已经干了3年了，我是第1名啊，所以很清楚啦。所以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，是一个个人能力的问题，是个人智慧的问题啦，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你的相提并论呢？那我们也了解。今天很清楚了，包括日本内阁市的村山首相，以前有没有所谓的行政经验？今天是他们的这一个阁揆一样的啦。过去的这一个美国甘乃迪总统在做总统，只是国会经验，有没有经验呢？没有嘛。所以很清楚了，今天为什么选罢法规定说国会的经验可以等于行政经验？那很清楚了。所以我是认为这不是问题的。陈水扁做什么像什么。绝对有信心做第1名的国会议员，也是第1名的台北市市长。谢谢。赵少康先生，其实我是最有资格的哈，既当过政务官，也当过民意代表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我很高兴你们鼓掌，但是请不要占我的时间，拜托，谢谢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在做一个政治人物，除了锄臂还要心力。我除了锄臂还心很多力，所以应该叫造10倍，叫造100倍啊。陈委员呢，锄臂除了不少，心力没有，所以叫陈一半。黄大洲先生既没锄臂，也没心力啊，他搞了一大堆弊端了，应该叫做黄鸭蛋啊。那么我们看呢，在立法院啊，我通过了14个法案，陈水扁委员只通过了5个。立法委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法案嘛，而且呢，这14个法案里面呢，我有7个是政治性，7个是民生性法案。陈水扁委员呢，5个呢都是政治性法案，1个民生性法案都没有啊。那么
重要的不是在你做的时间长短，而在你做了多少事情。黄市长要跟我比行政，我到环保署半年，我的民意调查就是80分，是所有部会首长最高的，你只有20分啊。所以啊，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做多少事情，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。台北市就需要这样的市长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李总统不是也变李一半吗？他台北市长只做了2年呢，他3年换了3个行政院长。我基本上觉得时间长短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做多少事情，替民众做了多少民众希望你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。谢谢。第3位提